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公司的时候给大家画了一张图，我说，根据这样的这个趋势，2028年可以实现 AGI。画饼了，对，给大家画个图，根据现在趋势，2028年实现 AGI。然后当时还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公司的人，外面人问我，你觉得什么时候 OS Word 能够达到人类水平？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说2026年 Q3的时候。那很快了。对。结果我们在2025年的12月达到人类水平了。人类水平是72.4%，我们是72.6%。我们是行业里面第一家公司在这个公开的 benchmark 上，同时有 OpenAI、Anthropic、字节的大公司参与的这 benchmark 里面的，可能为数不多的 startup 里面，第一个达到人类水平的公司。但我可以先说，我们的整个公司目标是提升人类生产力至少100倍。对吧？如果你的目标是提升人类生产力至少100倍，通过电脑来实现，应该怎么做？给每个人100个电脑，对吧？并且这100个电脑还是有 agency 的电脑。因为如果100个电脑都坐在那坐等你来叫，那你还是一个人，你还是一个人，所以这100个电脑必须得自动自主，对吧？他开始做事，就是 autonomous computer 嘛，对吧？他在自主。每个人有100个电脑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你直接给他发个消息，然后所有电脑就开始做事。对，这是我们整个的目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了 Similar 的 founder and CEO 李昂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在做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AI 的产品，同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Fiona 是 Innovative Legal Service 的资深的律师，然后也是 Similar 的这个法律顾问对吧？感谢行，我觉得我们要不先从你的公司开始聊。我觉得Similar 的产品其实是非常有创新性的。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 OpenClaw、Manus 都是这个 AI 自动化做的比较就是成功的，然后是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些公司。我觉得可能普通的这个群众对于这种类型的产品，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产品到底能帮助我做什么，对吧？然后跟 OpenClaw 小龙虾或者是 Manus 比，你们的优势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先切入，让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你们的产品的这个优势。可以了，对，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名字叫 The Autonomous Computer Company， 就是我们希望电脑是能够全部自动化的，对吧？这不仅仅是一个调用一些 API 调用一些工具或者写代码，我们希望最终这个电脑可以像人一样去做所有人在数字世界里面做的事情。如果考虑到这件事情，如果要实现这件事情的话，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去考虑，就是现在的电脑是有一个 GUI 的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图形界面。未来的电脑是否还会有？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电脑会有图形界面的话，想要在电脑里面让整个电脑全部自动化，你必须具备使用图形界面的能力。对吧？这个电脑必须能具备移动鼠标去点击某一些特定的位置，敲键盘，对，来自动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整个公司从一开始侧重的技术方向就是在考虑如何去让这一类就我们叫 GUI 基于 GUI 的行为能够自动化。对，这和市场上很多的 agent 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很多 agent 说我是有1000个 API 集成 ，Gmail 它可以调用不同的 API，对吧？那类问题我们在一开始也考虑过，但我们并没有持续的去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在那个问题上，因为我们认为那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那真正难的是像素级的定位，在屏幕上像素级的定位，就是我能精准定位到某一个特定的像素，把鼠标移动过去点击，
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navigation， 就是在整个图片界面的 navigation。对，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2023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一直在尝试去，就那个时候，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 ，GPT 我记得是 GPT 3.5，我们尝试让 GPT 有一个 GPT Vision Model， 我们尝试让那个模型去点击某一个特定的 app， 我说你能不能点一下 Zoom， 它点不到，点不到是它不能识别 Zoom 还是它位置就不对？位置不对，它没有办法把鼠标移动到 Zoom 那个 icon 的那个框里面，它就会开始乱点。然后你再点一下也点不到，再点一下也点不到。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认为最终是能实现的，但当时的模型的能力就是完全没用。当时我们结论是完全没用。然后我们就尝试去看，因为我们的团队比较偏 research 嘛，对吧？我是从 DeepMind 出来的，我们有UCSB 的教授。然后我的 co-founder 也是强化学习的专家，所以我们都是偏 research， 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是否可以带动整个 industry 往前再走一步，对吧？因为你现在模型就完全没用嘛，我们能不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让这个 GUI action 可以达到一定的可用性，对吧？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 benchmark 叫 OS World benchmark，就这个 benchmark 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在一个 Linux 的电脑上，我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比如说是下载。一个 Chrome extension， 把它安装一下，对，或者是到我的Microsoft Word 里面去写一段话，再去调整一些，有的时候你写完了以后，你还要去选中一部分内容，再去修改，对吧？这个也是包含在那些任务里面的。看它能不能 AI 能不能自动完成，是吧？还有那个 Excel 其实一开始挺难的，就是你要定位到一个格子 C100， 对吧？你要定位到 C， 就那个还是因为格子看起来都很类似嘛，它一开始还是挺难的。然后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好像在2022做了1年，就在整个的这个工作做了1年，从2023年底开始到2024年的10月份。我们实现了20%的成功率，在那个 benchmark 上，20%，对，当时是听起来不高，当时大家非常激动，你知道吗？当时大家非常激动，因为那个水平是行业第一。哦，这样，对，就是你能在这个总共好像总共只有300多个任务，也不大，总共只有300个任务在 Linux 上，20%的成功率已经是行业第一了。我记得我当时 release 我们非常激动嘛，因为我们把 paper 也发了，然后 benchmark 上也呈现我们结果也是第一嘛，然后我就给 Anthropic 发邮件，我说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 Computer Use 上是行业第一了，他们没回，1周之后他们出了一个 Cloud Computer Use， 15%。15%，就是你可以想，就是2024年的时候，大家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小学生就是幼儿园的水平，对吧？这样会互相打闹一下但那个时候还是非常 exciting 嘛，因为其他人好像 GPT 好像只有5%还是那个水平。然后那一篇 paper 在6个月之后拿了 iClear Agent Workshop 的 Agentic AI 的 Workshop 的 Best Paper。对，我很大程度是由于那篇 paper 其实是最早把这个领域带入到研究者的视角里面了。对，在我们拿 Best Paper 的时候，我们已经到40%了，就我们第二代的 Agents 已经到40%了。当时也觉得非常 interesting， 就是明明这个工作已经被我们淘汰了，但还是拿了 Best Paper， 就会觉得有种觉得，哎，是不是整个的行业的进步速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就为什么这个领域的进步这么慢？就有这样的感觉。当时到40%，到40%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估计25年的时候有可能可以有大幅度的提升，因为一般 researcher 都有一个 intuition 嘛，就是你看这个 trajectory 的时候。有大幅度提升。我记得我当时在公司的时候给大家画了一张图，我说，根据这样的这个趋势，2028年可以实现 AGI。画饼了，对，我给大家画个图，根据现在趋势，2028年能实现 AGI。然后当时还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公司人，外面人问我，你觉得什么时候 OS Word 能够达到人类水平？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说2026年 Q3的时候。那很快了。对，结果
我们在2025年的12月达到人类水平了。人类水平是72.4%，我们是72.6%。我们是行业里面第一家公司在这个公开的 benchmark 上，同时有 OpenAI、Anthropic、字节的大公司参与的这 benchmark 里面的，可能为数不多的 startup 里面，第一个达到人类水平的公司。对，了不起。对，当我们达到人类水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开始着手准备商业化的时候。是的，对，去年12月的时候。对，所以你们前期准备了有2年的时间，就是在打造这个基础的这个。对，打造基础。对，即便是 OS World benchmark 达到人类水平，我个人认为离真正的人类水平还是有距离的，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有大量的真实的用户的需求进来了，对吧？当你看到用户真实的需求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 benchmark 也有点套，对，有点套，因为它所有的任务可能就50步，但真正的用户想要它有的是可以到100万步的，就它需要这个100万步去不要错，对，你能帮它真做出来，这100%的正确肯定是要，就大家都需要的。我现在有一个 spreadsheet 上面有100个人，你能不能把这些人的信息都找出来，然后或者加他联系方式，并且中间不能错，如果你错的话，后面的就跟着错，对吧？就这种非常就是长时间的重复性的，也不是完全重复，它还是有一些就是每一个任务之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variation 的。就这一类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你需要非常高的成功率，你也需要非常强的这个可重复性，我们叫 repeatability 可重复性。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就业界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对，我们其实是第一个尝试去提出一套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公司。对。其实我想问，就是我觉得，李昂可以讲一下从创业角度，尤其是在 AI 领域做创业，这个我听下来觉得你的嗅觉就是对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比其他人快，而且同时你刚刚讲到了24年，我们其实已经就从20%提升到40%准确率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转向了。对，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怎么样准确的去找准这个方向，并且能够及时的去调整，这个心态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对，我觉得第一个 lesson 吧，就是 founder 一定要相信自己。founder 一定要相信你开创这个公司。是因为你是最适合开创这个公司的人。对，就一个非常典型例子，就是过了2年之后，即便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都有公司团队的人跟我说，你看你2年前说的东西成为了现实，就是反复的有这样说，你看你2年前说的东西是对的，对啊。然后我们再去看我们探索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是有很多犹豫的，就是很多不确定性的。就虽然我有这个 intuition 我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通过比较 practical 的实际的方式来验证这个想法是对的，对吧？你有一个想法，但你得验证它，验证的方式就是能不能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然后让用户去使用它，或者是能达到一个特定的一个效果，对吧？这个验证的过程其实也很重要。但是目前我发现的是，第一，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个直觉是，对我认为这对于所有founder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有founder的直觉都是非常 special 的。你能开这个公司是因为你有这个直觉，如果没有这个直觉的人，他会做别的事情。2-3年前跟我们一起开类似公司尝试做 agent 的公司，大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对，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不是特别担心，就大家其实会经常担心会不会别人 copy 你啊之类的。我其实不是非常担心这个，因为如果这个公司它的整个的 strategy 是 copy 别人的话，它其实就是它缺乏这样的一个prediction 的一个其实前瞻性的一个能力，对吧？当然你 copy 别人也可以胜出，只是
这样的一个 strategy 的形态有可能会被市场带偏，就是什么东西火的时候就会，就这对吧？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browser 特别火，大家就开始做 browser。今年 agent 火，大家就开始做 agent。就你会发现，之前我记得有一个Web3 的公司，3、4年前吧，有个 Web3 的公司。突然说，我现在开始做 AI， 对吧？你会发现大家都是摇摆不定的一个状态。从 Web3 到 AI， 这真的是什么火做什么。然后 AI 完了以后到 agents，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其实是市场上为数不多从公司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做一样事情的一个公司，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你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也很关键，就是你说3年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 startup 到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对，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大模型本身它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他们做了很多的更新，好几次更新就打死一大片的 startup，然后就像你说的，对吧？你们测试20%准确率，你们给 Anthropic 发了个邮件，他们15%，对吧？那如果他们不是15%呢，对吧？如果他们 somehow 做了30%，对吧？你们好，因为就好像就是说比方说像小龙虾一样 Open Cloud， 对吧？现在这个 Cloud 也开始做自己的这个自动化，对吧？所以就是那他们有这个大模型在手，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 ecosystem 让他们去做这样的尝试。那你是怎么看待就是他们这些大模型公司跟你们的竞争呢？首先第一，我认为可能大部分大模型公司不是故意跟 startup 竞争，他只是在做他觉得应该正确的事情，不小心打死了。是的，是不小心。我尝试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对，我认为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认为他们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其实第一次融资的时候挺困难的。因为2023年的时候，我跟投资人说我在做 agents， 大家不知道我在说啥。他说你这在说胡话，对吧？然后你这个就是 AI assistant， 对吧？我说我在做 agents， 我说我这 computer use computer， 对，大家不能 get。对，后来大家看到一些 demo 的时候，他觉得非常 exciting。看到 demo， 比如我 pitch 的时候，我就走到人面前，我就给你看 demo。我就不讲，我说不说它是啥，我说可以看 demo， 这个东西自动鼠标就在那动。但第一次融资是挺困难的，然后我清晰记得第一次融资的时候，然后融资一开始还行，突然中间出现了一个新闻说 OpenAI 做了 Sora，然后那个新闻出来以后，所有投资人都问我相同问题：假如 OpenAI 做你这个，你怎么办？在2024年 Q1 的时候。2024年非常早，对，投资人非常喜欢问的问题。对，假如 OpenAI 做，这之前其实大家因为大家没有 get 到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嘛，但是突然发现 OpenAI 也能做，对吧？那 OpenAI 假如 OpenAI 做你这个会怎么样，对吧？那我答不出来啊，对吧？答不出来，对。但是后来发现情况就是，当 Anthropic 开始做 ，OpenAI 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的 traction 反而变多了。作为一个小公司。那个时候我们很小的，我们只融了500万吧，对吧？然后一开始大家都战战兢兢的，觉得呀，大公司做的时候你就死了，对吧？结果真的 Anthropic 开始做，2024年底开始做 ，OpenAI 后来开始，OpenAI 是25年初的时候开始做那个 Operator 嘛，那个时候发现我们还活着，他反而替大众验证了。就告诉了大众，这个东西是值得做的。对，这是反而背书你们。对，这是 product market fit， 大公司做了，直接帮你证明了 product market fit。是的。对。之前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也不知道从哪来验证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对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 good news。但是不是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还是比它的效果做得好一些？就你得有一些非常明显的。differentiation 嘛，就你不能说我就是用它的模型去做一件事情，对吧？比如我们 differentiation 第一个，我们开源了，对吧？我们有一部分开源工作，你有开源的话，那你和这些大公司本身是有一些区分度的，对吧？第二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现在大家有一个名字了，当时没有人有这个名字叫 harness， 现在大家喜欢说 harness， 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当时我们都叫 framework。之类的，我们意思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
本质上就是一个 harness， 我们做了一个 harness， 然后下面的模型可以随便换，这样的话你不依附于任何一家公司，对吧？你也可以用开源模型，这是我们第一代那个获奖的那个工作，就干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一个 harness。第二代就是40%那个更有意思，40%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拿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的模型加上这个 harness 的效果，和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拿它的模型同时加上一个开源模型，2个模型，加上 harness， 发现2个模型加上 harness， 并且有一个是开源的，反而比只用一个模型要好。那个工作当时很多人跟我说轰动挺大的，因为那个工作其实解放了很多 startup。startup 有很多方式可以说出自己的 differentiation 的，因为你更好的一个方案是需要有一个小的 open source 的模型的。那就证明了为什么 startup 有存在的必要，对吧？因为大公司在那儿，你 always 可以去训练那个小的开源的模型，使得你的效果越来越好。并且比当时是我们是40%，比直接用大模型可能要好10%几多，10%几。那挺多。对，就当时那个工作，我是后来听，就是在三藩路上走的时候碰到一些 YC 的朋友，他们有时候说，哎呀，我用你那个，我们用你的，我的公司就是用你的这个开源的架构。对，说当时其实刚出来的时候，三藩的 Hack House 里面人都在疯狂下载尝试，对，还挺有意思的。对，不依附于某一个大模型。而且你们是因为专门在做某一个领域，大公司是它什么事情都得做，它对吧？它市面上觉得有可能的方向，它都要去尝试。对，它并没有你们这么专注于在这个领域，真的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每天想着都在这个事怎么去提高。是先天它还是虽说有优势吧，它有这个大模型在手，它有它的有很多钱，但是它的劣势就是它没办法 focus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对吧？对，这是为什么 Sora 现在Sora 就已经关了，对吧？就是我前几天才跟公司的人说，你看看，当时 Sora 出来的时候，大家一天到晚追着我问，对吧？我问他做你说怎么办？现在你看死了，对吧？他也有可能做挂呀，对，他有可能就也不是做挂，也有可能人家就直接放弃，对吧？对，我觉得他硬要做 Sora 也能做，他可能就是哎呀，我就没必要做嘛，就想着我没必要做，我干脆就先不做，我先 focus 在别的地方，因为他有其他的仗要打，对吧？因为像大模型的盘子他不能丢，对。这个对于他来说目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side project， 是的，对吧？比如今年我认为可能 Coding 就是 Coding Agent 是一个大模型公司都要去抢的一块地，所以大家 focus 应该在 Coding Agent 上。Compute 还没有到真正的那个，但我认为也不远了。就虽然我很认同你，我一般也跟人这么说，但是我认为 Compute 这件事情是最终实现 AGI 的路径，是所有公司肯定都要去必争之地，因为只有你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才有可能真正的实现一台电脑它可以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因为像今年他们都说 Cursor 很危险了，因为他自己手头也没有大模型，然后这个 Codex 和这个 Cloud Code 都要往里挤。对，而且好像确实，据说 Cloud Code 的这个还是有一定优势。结果 Cloud Code 代码泄露了。所以这事情都说不准，所以说很难说。对，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昨天开会我 co-founder 在那 show， 因为他是跑马拉松嘛，跑马拉松，对，他就说现在情况有点像马拉松的最后阶段，就是一般最终赢马拉松的不是第一个，不是领跑的人，一般是第二个，这是第一梯队的后面的人，因为他节省了体力嘛，对吧？最后要冲刺，对吧？现在就有点像最后要冲刺的阶段。他说 coding 还是 AGI？AGI， 我认为他说 AGI 吗？我认为是 AGI， 因为我认为 AGI 可能在明年就会差不多了。这么快吗？对，后知后觉，我们觉得还在起跑线不远呢。就 coding 是重要的一部分，这跟我们的认知，我从2年前就说 Anthropic 走的方向是对的。因为我认为 coding 是最底层的，因为你在数字世界里面所有东西都是 coding， 所以你 focus 在 coding 是完全没错的。focus 在语言上的话，
就会有天然的劣势，因为语言本身是 ambiguous， 它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描述。是的，对，描述那个数字世界里面事物。然后现在有点像就是冲刺，就是冲刺的时候呢，就会有2种情况发生。一种情况是领跑的人开始用胳膊肘挡你，对吧？就是想办法挡住你。对啊，比如我那天看到好像 Cloud Code 的documentation 嘛，就是说如果你要安装 Cloud Code 还是啥，你必须要卸载 cursor， 对吧？这就是一个胳膊肘行为的。我记不清楚，但我隐约是看到那个东西非常 interesting。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第一梯队开始大家都在疯狂冲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碰撞行为。碰撞什么？就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滑冰场吧，好像是滑冰冬奥会啥的。然后大家最后冲刺的时候，前面一批人就都倒了，最后一名第二梯队，最后一名就莫名其妙的也没干，晃晃悠悠的就过了终点线，你知道吗？对，现在就有点这种感觉，你看。每天打开推特的时候，就感觉是一团乱，就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又代码又没了，然后又发现什么一直在存人家数据这种事，对，然后互相开始说一些对攻击，对，就现在看整个市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因为 AGI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吧。肯定是的。对。还有一个词就是大家现在常说的 AI agent， 我特别想听一下你怎么样描述到底什么是 AI agent。agents 是很早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10年前的话，我们以前在定曼的时候就一直在说 agents 了。这为什么23年的时候出来，我跟人家说 agents， 人家觉得我太超前，没办法表达能力有问题，你知道吗？你们不能表达清楚。对，但从我认知里面 agents 其实几乎等同于 AGI 了。agents 就是一个在一个环境里面，就精准在一个环境里面可以自主做决定去做事情的一个 entity，对吧？比如人就是物理世界的一个 agent， 因为人会自己做决定，我现在要干嘛，对吧？我现在往哪走，我现在要吃什么。这是你自己定的，对吧？这个很重要。而工具呢，就是它不会帮你做决定，工具只会说你现在打开 Gmail 打开，对吧？它不会说我现在主动的要打开 Gmail，因为我想帮助你，对吧？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 agents 和工具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否自己做决定。对。所以现在大家说的 AI agent， 因为在非 AI 领域的非专业人士的脑子里面，可能第一个念头冒出来还是说，所谓的 agent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助手，是你说的 assistant。对。但其实你们在讲的 agent 是再往前一步，它会有一些自主性的。对。对，就最终就什么是 AGI 呢？就是你这个电脑。你什么事情都不干的时候，你这个电脑都会自己在思考，就跟你招人是一样的，对吧？你招人，我们说我们招人的标准就是 agency， 我们是个 agent 公司，我们招的人应该有 agency， 对吧？没有 agency 不应该在 agent 公司里面，因为我发现 agency 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让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还在想着怎么样去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ny， 这个叫 agency。就你的助手可以像 Siri 也是助手，对吧？但你用它多 painful 呢，对吧？对 ，Siri 就完全在 AI 时代都已经，对吧 ？Siri 也是助手嘛，Siri 也是助手，然后你会让他做个啥事情，对吧？做不出来，第一做不出来，第二你必须要，他必须等，他叫他叫等你的 order， 让你唤醒他，你一直要去不知道这个句中文什么词，反正他就不卷，对吧？必须要驱使他在后面，对你一直鞭策他，对吧？然后 Open Cloud 其实是一个新的 paradigm，Open Cloud 其实是开启了一个新的 paradigm， 就是你这个电子设备它其实可以有自主性的。是的，就虽然它现在的实现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就是等半个小时然后看一下，半个小时看一下，对吧？但其实更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一直在看，对吧？一看到环境在变化，突然来了一个 email， 立马干了一个主动应对，对，主动应对，就这个是未来agents 必然要走的一个方向，对不对？
那这么说，就是说，既然我们聊到这了，你对你们产品，你刚才也提到了，你们下步是要考虑商业化。对。所以你们商业化，你们想的切入点会是什么样？跟这个 Open Cloud 那个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些比较 unique 的niche market 想先去 explore？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哈。可以的，对，因为我们叫 The Autonomous Computer Company 嘛，所以我们注定整个公司的目标就是一个通用的 agent，对吧？这整个公司其实我昨天也讨论了，我们内部也讨论这个事情，就是通用和垂类不矛盾。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但我可以先说，我们的整个公司目标是提升人类生产力至少100倍，对吧？如果你的目标是提升人类生产力至少100倍，通过电脑来实现，应该怎么做？给每个人100个电脑，对吧？并且这100个电脑还是有 agency 的电脑，因为如果100个电脑都坐在那坐等你来叫，那你还是一个人，你还是一个人，所以这100个电脑必须得自动自主，对吧？它开始做事，就是 autonomous computer 嘛，对吧？它得自主。每个人有100个电脑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你直接给他发个消息，然后所有电脑就开始做事。对，这是我们整个的目标。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你看一下现在 Open Cloud 的形态，你可能要有个电脑，然后你安装上去，是的，然后再去做，对吧？但你不可能有100个电脑放在你家里面，不会买100个电脑，你不会100个电脑放家里面，还占地方，而且你还得有时候那个线不对，你还得自己普通用户没办法布置100个电脑在家里，连都连不上，还有那个电，你还耗电，对吧？所以自然而然，那这100电脑肯定是在云端了，你肯定到的是云电脑，给你，对吧？所以整个的 agent 的形态基本确定了 ，agent 应该生活在数字世界里面，尽量避免在物理世界跟人去有太多的占用的地球上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对吧？你应该在数字世界里面，应该在云上。那我们这个月出的产品叫 SAI，Similar AI 的缩写叫 SAI，但这个词也非常有意思，这个词在越南语里面就直接的意思就是work assignment， 就是你 assign 一个 work 给就越南人给别人越南人给人分配任务就 SAI。我一开始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团队有个越南小朋友，他跟我说了，就 exactly 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在日语里面是代表技能的意思，非常有技能的一个东西。然后在韩语里面是表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就其实你们这名字是怎么想出来的？就你看这个词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因为它正好是 agents， 正好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对吧？对，联络不同人的一个形态。未来是我的感觉是未来的 agents 会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 infrastructure， 在人类活动和互联网中间的一个 infrastructure，来 serve 所有人类活动的。对，然后这个产品就其实是达成那个100倍 productivity 的一个重要 milestone。我们给每个用户直接一台云电脑，就你进来以后也不需要 set up， 进来以后10秒钟之后你就有一台云电脑，可以看到所有的桌面，你也可以用。对，$20，你就$20一个月，你买了一台 PC。在云上，你也可以用100台 PC， 其实后面是对，未来是100台，100台其实也不贵。如果20块钱这个价格是 make sense 的，最终我们确定，就现在还在测试嘛。最终如果$20一个月这个价格是 make sense 的，其实比你买一台电脑便宜，一年你就200多，然后100台也就$2000。100台？对啊，100台$2000一个月，$2000一个月，其实不贵。你跟招聘对吧？跟招聘一个人对吧？一个 intern 可能都比这个贵，对吧？对吧？所以其实是很有可能能实现的一件事情。唯一的难度可能就是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电脑，对吧？地球上是否有这么多电脑可以serve所有的用户？对于核心的，我们目前感觉可能很多还是极少部分的用户会有大量的这个 productivity， 未来可能还是极少部分的人会有大量的 productivity 的需求，那部分的 productivity 其实
占了可能80%的整个的 GDP，而大部分人呢，可能他的需求量相对比较少，对。但这个是一个社会转变的一个，我觉得现在在一个社会转变的一个中间态吧，也是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到不同的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有一种混沌，现在有一种混沌态的一个感觉，对。你拿了那个电脑，你用户可以干什么？就你可以让他做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集成到手机上了，就我每天，比如我是 CEO 嘛，CEO 就经常要在外面跑嘛，我经常开车对吧，去三藩拍完 pose， 然后我当时就想了，我每天在这开车，如果我开车时间都能工作的话，那我效率就高了嘛，对吧？然后我平时还要去锻炼身体嘛，我记得我放了一个视频，说我在 Stanford Hill 上爬山，我就在视频上说，哎，假如我现在爬山的时候我也在工作，那我会。Startup 就是要24/7速度快，对吧？那我效率不就高了嘛，对吧？对。当时就想，哎，那我们干的就是这事情啊。如果能把所有东西都连到我的手机上，我给我的 agents 发短信 ，agents 做事，那就可以了嘛。我现在大概有很多事情可以在手机上。我开车的时候我开的时候给我的 agent 发短消息，我就用语音发。好，我说今天有几个会，比如我今天会排得太满了，然后突然有一个。business partner 要来，我就得 reschedule 会，我就说那你去给我开在那儿看一下，看看哪些是 conflict， 然后再给这些人发 email 说让他们 reschedule，对吧？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然后并且我发出 email， 我的同事还看不出来是，他还看不出来是吧？看不出来你在爬山，对，看不出来是 agents 发的啊。对，我有的时候会故意说你要数一下名是赛发的。他们呢，他才知道，对，他才知道，对，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例子呢，其实比较简单，这只是一个 API 的例子。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去 LinkedIn，对吧？比如我昨天去 Stanford 给了一个 talk， 给了一个pitch 的 product pitch， 然后就大概20个人要跟我联系，但我也没时间一个个回了，我就说你现在到我的email里面把这20人都找出来，就是对我这产品感兴趣的20人找出来，到 LinkedIn 上先把他们加上 LinkedIn， 对，然后他就真找出来了，他还排了一下，排了一个表格，然后到 LinkedIn 上就自己慢慢的去一个个点 LinkedIn， 因为 LinkedIn 没有 API 嘛，他就得用我的账户点进去搜那个人。有时候搜的时候加的单位又不对，他还要自己纠正一下，说他有的时候说我没搜到，那我先搜一下他的姓和名字，对吧？然后再去搜一下，然后就把人都加上去了嘛。这样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B2B lead gen 的一个vertical， 对吧？就 B2B lead gen 其实用 LinkedIn 用了很多，对吧？我还有有的时候我让他自动去回帖，有的时候我在推特上发帖，我说你搬到 LinkedIn 上去。我就不要自己手搬了，他也可以搬过去，在推特上他也可以回别人的帖子。有的时候我会问一下，我也不想看推特的内容了，因为东西也 noise 比较大，是吧？对吧？你帮我看一下，你觉得我哪些信息我比较感兴趣？然后他就说了1、2、3这几个你可能感兴趣。我说那你再看一下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 draft 嘛，然后会给我一些 idea 嘛，怎么回帖。我说那你就照这把这一回，他就自己去一个把它回了。对，其实整个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 cost 降低了很多，对。而且它背后都是，就是说不是 core 这些 app 的 API， 完全是模仿你操控手机，比方说点进这个 app， 然后打开，然后去搜索框里搜索，对，就完全是通过这个 UI 来实现。对，因为 social media 挺难嘛，因为 social media 大家还是不希望有太多的 bots 在里面。但我觉得我们这个 use case 呢，并没有 spam， 所以其实只是帮助我个人以人类的速度去，只是节省了我自己的时间而已，就是如果没有它的话，我可能我也会做相同的事情，只是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对，我并没有尝试去 spam 整个 social media 的那个情况。我们刚才那个像 LinkedIn，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找工作嘛，对吧？因为 LinkedIn 现在很多职位对吧，刚出来，然后什么1个小时就超过100个人 applicant， 就很难在 LinkedIn 上，就是你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一个 position 去看啊，然后去投。对。
这其实就可以让 AI 慢慢的做嘛，反正你就一个，你又不需要休息，对吧？就为什么你需要一个云电脑？你有云电脑的话，你就让它自己在那捣鼓着，对吧？你想干嘛干嘛，不会影响你。对，比如如果你用 Cloud Cowork， 你用Open Cloud 可能可以，因为你要买一台电脑嘛。你用 Cloud Cowork 的话，你在自己电脑上，你这电脑还得一直开着，你也没办法用，对吧？是。就 Cloud Cowork 那个方案，其实我们以前尝试过，我们当时就发现，如果把你的电脑占用了。你其实并没有觉得你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对吧？因为我认为最终 agents 不会非常快，就我认为 agents 还是应该以人类的速度去做事。你不要想着总是比如说超这100倍的人类速度，因为你一旦速度快了以后，你其实给互联网造成很大的负荷。你同时事件变成了正常情况下互联网事件的100倍。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能量需要去 handle 这样的，对吧？其实真正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 cost 是在提升的，但如果你有一台电脑就在这慢慢做的话，其实也 OK， 就没必要去一定要图快。对，就有点像那些外挂抢票软件一样，对吧？如果正常大家去买一个票都能 handle， 但是有人开了外挂，同时开100个县城在这抢票，你要把这个搞挂了。其他人就没有，所以最终就会导致所有人都要开外挂，对吧？然后就更加大家觉得上不去。像那个高频交易，对吧？你最终就看谁离证交所更近，对吧？网线更短，就出现了一个内卷的情况。当然也很难说，也许会带来一些技术突破吧。但是从现在的我觉得从现在整个的社会的认知度上来说的话，我没必要那么快，对吧？你只要能像从我的角度，我只要能帮我 offload 掉一些工作，我就已经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很有用的。就是你可以让你在开车的时候也做一些需要用眼睛才能做的事情，用手开电脑用手做的事，因为开车的时候你2个手都被控制住了，对吧？还有就是重复性的。就是比方说我要花3个小时整理一个什么 list， 一个过下来，就让它慢慢的一点点的弄。也许可以让赛帮你剪片子。我们那个前2天我们内部就我们有时候会发 demo 视频嘛，然后有个同学就说我让这个视频是用赛帮我剪的，就是他帮你缩短啊调速度。对，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过一段时间我们应该会把那个就是怎么剪的那个方案给晒出来，然后它智能嘛，它剪的时候你觉得，因为这简单的剪可能就很 easy， 比方说我就是掐头去尾，或者是这个加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对。但是像有时候我们剪片子，比如说我们想看看这个到底值得保留还是不值得保留，可能需要有一些判断，对吧？对。就说这一段话，说得很精彩，我们要单独拎出来，对吧？这一段话好像有点重复了，我们给，就是这些判断。它有这样的 intelligence 去做。这个其实 agents 的终极问题就是，其实是个悖论。如果 agents 非常有用的话，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具备这个能力。是的，对吧？当所有人都具备相同能力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不值钱，对吧？就所有人都能做一样的，所有人都知道1+1等于2的时候，1+1等于2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因为其实人和人之间其实本身是有一个竞争关系在里面了，对吧？人也要考虑自己的 differentiation。1+1等于2这件事情，你知道它没有任何用，对吧？就最终就 agents 现在 AI 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基础能力，就是1+1等于2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对很多。会出现更多的更难的东西变成1+1等于2，对，但这不代表你能在市场上胜出，你能在市场上胜出是什么？是你的 differentiation， 就什么事情只有你知道，是的，比如剪片子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就是非常 micro 的、非常微小的细节的处理方式，对。其他人是不知道你怎么处理的，而那些处理方式，如果你交给你的 agent， 你的 agent 就是更好的 agent，更好的剪视频的 agents。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人其实不需要太担心，就是其实我认为 agent 会造成更多的人的工作机会，就是其实是反过来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 agent 取代他的工作，其实我认为人工作会越来越多，这完全是反过来一个情况，因为你其实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想怎么样去让你的 agents，就有一点
就像学术界的有导师制，对吧？导师制就是一个 PhD， 他要找到导师来教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人和 agents 的关系。就一开始给你的 agents 是一个小白 agents， 他就是所有基础能力都有，但他并没有你自己脑子里面的那个对 insights， 你对行业的理解，对吧？但是如果我教给他以后，他不就知道了吗？对啊。那他不就等于他如果知道了，那是不是所有的 agent 都有可能能知道？因为这等于是这个 knowledge 它数字化了嘛。数字化了以后，其实它是当然我们可以说你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 in general 来说，它其实很容易被 copy 去传播呀。对，这个其实是大模型公司希望能达到的效果嘛，对吧？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这样，对吧？你看那 Cloud Code， 他把每个人的代码。每个人电脑里的文件都存着，对吧？对他肯定希望你用的更多，他那个更讲他那个，就他们理念肯定是我有一个 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对，但未来是肯定是有两类的，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有两类，一个是 centralized， 一个是 decentralized。我说的那一类是 decentralized， 就是每个人其实 own 自己的那部分 knowledge， 并不是 share 给其他人的，你更多有点像 consulting 这个行业，就是你这个 knowledge， 你要获取是要收费的，对吧？你跟我聊1个小时给$1000的，对吧？你跟我的 agent 说一下，你是要花可能更多的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整个的 token cost 并不一定是在降的 ，token cost 是有可能在提升的。而且从过去几年情况来看的话，最好的 token， 最智能的 token cost 一直在变贵的。就是其实和大部分人的一开始判断是相反的，就很多人和大部分人判断都是相反的。从这个角度看，你未来的这个 token cost 是会越来越贵的。是好的，对，智能的，就会出现一个金字塔效应。就很多行业，比如艺术行业，就很多行业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大部分人其实都能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真正的 value 是从金字塔尖那一小部分。提供的，对，你们律师也是典型的1个小时跟你们聊一会儿要收很多钱。对，我现在遇到很多那个李阳经常发给我一个文件，说这个是我的 AI 看过的，然后这样你人来看一下。现在很多客户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对，我其实之前跟另外一个 AI 领域的创业者，他说过跟你一样的话，就是他在讲说很多人担心 AI 会取代人类，会取代工作。他说我觉得会有一部分人会被 AI 取代，然后没被取代的那部分会变得更累，就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对，因为我发现有的用户他就我一开始目的是解放你的生产力嘛，对吧？然后我发现有的用户他工作时间反而更长，工作时间更长，对，他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 agent 上。对，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我认为会工作，这人其实不是被取代，人如果你的工作可以被 AI 做的话，就证明你的工作其实你没必要做这个事情，你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时间。我认为工作的就跟公司 culture 有关系。我认为工作理念就是人应该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每个人应该找到自己最擅长、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做那个事情，对吧？而现在的社会呢，是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他做的工作他不喜欢，他只是为了赚钱，为了挣钱养家。对。但那些事情呢，他做的也不好，对吧？他也不是做这个事情最好的。那些事情呢，就很有可能最终是被 AI 给做掉。因为人也不喜欢做。对吧？那你不喜欢做，你给 AI 做，你再去找到你更想做的事情，那不是更好的事情吗？所以我认为社会可以往那个方向上去推动，然后有更多人可以做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工作强度其实是更高的，因为但是他 enjoy 这个过程，他觉得我操控这个 agent 做各种各样的视频啊之类的更有意思的事情，对，我觉得大家的幸福指数是会提升的，对，因为就比如我了，我开这个公司肯定是更忙的嘛，更累嘛，但是因为你愿意 devote yourself 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其实觉得是值得这个时间，对吧？比如把我放在大公司里面，比如每天闲着也能赚很多钱，但是你会觉得，你工作也就20多年，对吧？20-30年，
总共就那么点时间，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做一些你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对吧？对，当你发现这个赛剪视频剪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每周只有1条视频，我就开始自己卷自己了。我就说，他可以剪了，我每周要3条视频，是吧？就还有一些人那样子，他大量的剪出不同的视频，然后同时放出去，然后看数据。对，做 tuning，就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用一个计算的方式去做。对，我有讲，我现在特别喜欢 PUA 我的那个 AI 工具，就是我让 GPT 跟 Cloud 还有什么 AWS， 我会给他一个那个 prompt， 说我让 GPT 做了这个，但我觉得他做的不好，你要 show me you can do better。大模型非常喜欢干这个事情，他非常喜欢挑刺。给其他的任何东西，对你任何东西给他，你说你来挑，他能挑出更长的，对，反过来他也能挑，就正反他都能挑出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我越来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人其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blind spot 的，对吧？如果每个人可以利用大模型去不断的让他去，其实有的人不喜欢别人。说不好的一面嘛，但是如果你习惯了这个行为的话，你让大模型不断挑刺，其实可以弥补自己的 blind spot。是，对，所以归根结底，你是一个乐天派，你是觉得未来随着 AI 的发展，这个事情是会向好的方向去进步。不是，我是悲观的。你是悲观的。我刚才听上去，你觉得说我是悲观的，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开这个公司，知道吧？这是我开这个公司的必要性。要不然我会觉得，如果社会我一直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也不需要我专门去干这个事情。我不需要做 AI。对吧？你做 AI 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可能觉得你不做，有可能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意思。舍我其谁的牺牲意识。就是你有一些就觉得有一些价值嘛。为了天下所有人的幸福，我只身入局，这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感觉。我认为就那天跟公司的人说嘛，虽然我们是 for profit 公司，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社会属性的，就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赚钱，还是要考虑一下整个社会能够往更加 positive 的方向去发展。对，我觉得这是创业者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我前2天跟另外一个也是 AI 创业的一个朋友聊天，我也问他一样的问题，就是他说我一直在打磨这个想法，但是我已经打磨了1年多了，也没有 go to market。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担不担心这个事儿被别人做了？你有一天发现你打磨了这么久，人家一个成功的 market， 一个产品已经出来了。说我不担心啊，就是我想要实现这件事情。如果市面上有另外一个人已经帮我实现了，那多好呀！对，创业者的精神。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那我们最后再稍微谈一谈你的 vision 吧。对于你们公司，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听上去的手机上已经可以用了，对吧？那接下来我估计是电脑上应该就是云端的那个电脑，对吧？然后接下来它本身就是云端，手机上操控的也是操控的云端电脑，对你可以走网页上登录，也可以走手机上登录。这会是你们的终极形态吗？就是在你的 vision 里面，这个最后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对，我觉得在数字世界里面，已经很接近了。对，就是它只是要去跟一个 agent 交互，然后 agent 把这个互联网世界、数字世界所有事情都搞定，然后对未来 agent 和 agent 之间，其实我自己手机上我自己的账户里面可能有10个 agents，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开通那个互相可以协作。但今天我们会 release 个新的，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电脑，你可以 for free 你把你电脑变成 agents 加进来。就我们会给你 agents， 你自己的电脑也可以主动加入变成，然后你打开我们的那个 portal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好多你这台电脑那台电脑，可以让大家。那我可以用吗？我可以用他的电脑吗？你如果在他电脑上登录你的账户，他电脑就归你。可以这样。对，正好是今天准备去 release 一下这个，就是如果你有个 Mac Mini 啊，你是 Open Cloud 的 user。你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软件，安装一下，然后登 Google 3印，然后自动就会出现在那里面，你就可以跟你的电脑说话了。比如说帮我去查一下 LinkedIn 啊，帮我去还有很多人说用 QuickBooks 啊，帮我去做会计，对吧？还有人说要报税，对，反正各种各样的
都可以做但现在的情况呢是，通用的 agents 的能力并没有达到100%，因为你通用的就有不可避免的就是到处都是猫抓，那表面浮于表面了，对吧？就你能做到一定程度，但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trust。真正意义上 trust 就是我跟这个 agent 说了一件事情，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完成。像报税这个事情就一定要100% trust， 要不然你真的敢让黑心的给你报税吗？不能有任何黑 cups， 知道吗？你不能说做了一半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搞错了，多加了一个零，对吧？多扣了一些税，对吧？要不要改一下？那你会觉得，哎，这个 agents 是不是能力不行，对吧？能力不行，那我下次再有重要任务的时候不会。对，就像公司 CEO 跟所有的团队人，你是要看你说团队每个人做每件事情的他的可靠性的。对吧？就可靠性高的人，最终就假如我突然要上线一个 feature， 我肯定是优先找可靠性高的人去做。agents 也是一样，对，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这种非常强的执行力，reliability 就是完全不能有任何问题。对，这件事情就是到了垂类的这个 concept。我当时说垂类和通用其实是不矛盾的通用的 agents 也需要有垂类的能力，就像每一个人。我们说人才结构是梯形人才，就是你知识面很广，但是你是某一行业专家，这一类人就是人才，对吧？agents 也是一样，你必须是梯形 agents， 你得通用。我们相当于我们一直在通用上相当于领先市场，对吧？相当于我们一直是最通用的 agents， 同时我们还要看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具备某一个领域的专业能力。对。然后你不断的去，你可以是一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慢慢的去 develop 不同领域的专业能力，这样的 agent 才是最终人觉得有用的 agent。对，所以你们不仅仅是用大模型的能力，你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上自己所 explore 的不同的专业的能力。对，但在 vertical 上的技术方案就会有些不同，因为大模型是基于语言模型的，语言模型你问他相同的问题问10次，他每次答案都不一样，对，所以他会 hallucinate， 对吧？如果这个员工每次都跟你说不一样的话，你会 trust， 你不会 trust 这个员工，对吧？你肯定希望我每次问这个，你跟我答的都是对的，对，完全对吧？准确，对，所以大模型的本质导致他没有办法成为，他 always 是那个喜欢糊弄一下你的那种感觉，就你总是对他有一些担心他的这个地方会不会出错啊，那个地方会出错。你一旦有这样担心，你从内心深处的话，你其实是焦虑的。你作为用户你是焦虑的，对吧？那怎么样可以保证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这个是在研究之外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方案，叫 Neural Symbolic。就为什么我说 Anthropic 写代码永远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代码是准确的。是的，这我记得我经常跟人说，机器的母语是代码，机器的母语是代码，人类的母语是人类语言，对吧？不要把这两个搞混了，对吧？比如像 ChatGPT， 它其实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向人类语言去靠近的，也没问题。Anthropic 希望所有东西往代码靠近，也没问题。但最终我们得明确，就是人其实是在说人类语言，人话，机器在说代码。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然后看两个怎么结合。对，我们现在发现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在做的事情呢，实际上是用人类语言的 LM 去做事情，那就导致你没办法 reliable。对。然后那另一个方案就是能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归结到代码上，让代码去做。因为你一旦能用代码实现了以后，你之后跑这个代码，它就一定能准确。对吧？所以其实是一个 trade off 的关系，就是一个 neural 一个 symbolic， 怎么把两个结合起来。而 symbolic 对于 vertical 来说，垂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垂类你不可能拿着这个喜欢糊弄人的去弄，对吧？因为你再怎么搞，你没办法去搞到就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状态。对。但垂类的好处呢是很多的 workflow 是固定的。是的，对吧？你一旦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它就是那样子，不会变。如果不会变的话，那你把它变成一个代码的形态，那不就解决了吗？而且你还不需要一直靠大模型，还省钱，对吧？又省钱又 reliable， 这件事情，对吧？其实是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而这件事情其实是大模型公司不会做的。因为大模型
名字就叫语言大模型，他们就是在做这个语言。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有意思。就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非常传统，大模型不会做，因为它一旦做了，它的 revenue 就会降，就会跌。因为你跑代码，因为你本来跑一步要拿一些 token。花钱的哪一个跑一步花钱哪一个不需要了？对你现在直接跑代码，你不需要交任何钱，对吧？如果但凡他做的事情，他的 revenue 就会跌，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短期内他们不会轻易去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是跟他们本身的这个目标是相违背的，而对于我们这个非大模型专注于做 agent 的公司来说，我们目的是服务用户，对吧？用户觉得哪个好使。就用哪个，对吧？对。用户嫌token贵嘛？现在用户嫌token贵，比如你 Open Cloud， 你可能跑1小时，几十美金就没了，对吧？对吧？用户嫌这个贵，那我现在有个方案又便宜又 reliable， 你又可以 repeat， 为什么不用？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其实有很多 business 用户，他就是跑这个代码，他不跑那个大模型。那咱们现在主要的垂直用户有哪些领域？我们其实一开始还是以通用为主，但是会把不同领域的客户都拿进来，然后让他们试试看一下整个效果。比如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然后医疗那些牙医啊、诊所啊，financial 银行，这也有在跟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的。因为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compliance， 然后它的整个的系统又比较陈旧，比较陈旧的话，它跑的都是那些 Windows 上的比较老的那种，是老版的 Windows， 30-40年前的那种软件也没有 API， 也没人维护，对吧？它只能自己在那手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还有一些 SMB 吧，中小企业，我觉得中小企业我觉得跟中小企业合作还是挺 fulfilling 嘛，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一个 family style 的一个小公司，对吧？一个家庭小作坊，然后就老两口，对吧？我记得老两口开了一个卖二手车的，然后说，哎呀，我每天在 QuickBooks 上要点100下，生成100个 invoice，我就没办法干别的事情了。对吧？也招个人又贵，对吧？然后我说24小时之内，我们就会把你这个自动化。然后24小时内我们就把它自动化了。然后他现在就不需要干这个事情了。你突然觉得，哎，这个有的时候虽然赚钱不多，对吧？但你会觉得让社会价值，就还有 social value 嘛 ，social value 还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就这一类客户，我们一直会留着的，就是不会说我们有就是更大的客户我们就不服务他。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多 cost。你说真是花24小时内就能给他 deliver 一个他本来要花1天的事情，其实已经证明这个技术有很大的。而且你们这个也是可以通用的嘛，也是可以 apply 到其他的客户去的。对，就我们最终还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成熟的体系，来一个用户他自动的就可以去。把所有的事情给完成。对，哇，太棒了！非常感谢李阳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对这个即将到来的 AGI 的世界又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而且他说很快，很快，明年就要到了。对，所以大家都做好准备吧。对。然后找到自己感兴趣做的事情。对，我就找到自己感兴趣然后去做，最重要的。对，我也去做。拭目以待。对。我记得我昨天去给 talk 的时候，还跟大家讲了一样，如果你有1排台电脑帮你做事，你就不需要上班了，你不需要去 office， 对吧？你每天可以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班了。你可以去大森林里面，对吧？不要带着手机。对吧？信号，这是多爽的一个人生！你得先想好，就是得先想好，我是去大森林，还是去海滩，还是去哪个岛？这个事情得先想起来了。自己在那转着，对吧？好，感谢，非常感谢李阳，也谢谢Fiona，非常感谢。好，那观众们那就先这样了，今天这样，拜拜。